在中國的貨幣歷史上呢，宋朝到明朝經歷了銅本位到銀本位的轉變。在銅本位的時代，大家看到的史書中對錢的描述都是多少多少貫、多少多少閩或者多少多少文，而銀本位的時代，貨幣單位則變成了多少多少兩、多少多少錢。這個變化大體是在明朝的前中期完全落地的，看起來只是換了一個一般等價物而已。但是其實這個改變中還有一個巨大的變化，那就是從計數貨幣變成了稱重貨幣。從貨幣演進的角度來看，其實這是一種開倒車，因為稱重貨幣意味着增加了交易中的隨機性和鑑別成本。別說是當時了，就到了現在，不同的秤稱出來的重量也是有一定差距的，对吧？買賣雙方都帶秤的話，就很容易出現矛盾，又增加了社會治理的成本。從貨幣的交易屬性上來看，這個過程肯定是退步的。但是從貨幣本質的信用價值屬性來看，顯然銀就要比銅好得多了。除非是有大量的外银流入，否則在一個银本位的國家裡是很難發生惡性貨幣貶值的。而且朝廷也沒有必要再像以前一樣頻繁地鑄發新幣了。所以整體來說，銅本位變成銀本位是客觀的歷史規律，只是需要想辦法讓銀本位的時代也能像銅本位時代一樣的方便交易。站在現代人的角度，答案已經很明顯了，那就是信用紙幣嘛。事實上，宋元明三朝也都有過官方紙幣的流行，但是最終的結果卻都是爆炸性的通脹而後作廢。今天的借古諷古系列，我們就來聊聊圍繞中國第一款紙幣交紙的官民博弈啊！看看這麼好的發明，當初怎麼就不能在中國充分發揮它應有的金融威力？這是一個漫長的故事，但是環環相扣，看到最後你一定會有所收穫。大家都知道，紙幣的起源就是金融機構的存款憑證。當錢莊的兌付信用良好，人們願意用他們的存款憑證進行交易的時候，這種憑證就成了交易中介，類似於現在的債券二級市場。你交易時忘了帶錢，拿張沙特阿美或者淡馬錫的債券，甚至你直接拿一張國債券，說用這個行不行？我想對方只要能確定你給的是真貨，也不太會拒絕吧。前2年不也流行過 A 國的貨幣在 B 國能不能直接用的各種挑戰視頻嗎？信用才是真正的貨幣交易屬性嘛。那麼當某個信用極好的錢莊的存款證明經常發生這種情況，錢莊自己也就發現了自家的存單已經成了交易憑證了，那麼乾脆以後存款人姓名就直接留白了，不如直接制作一個格式難以複製的定時存單，作為在本莊的兌換憑據，方便大家也方便了自己，甚至可以準備一些常用面額的憑據來備用。那這樣它就完全成了一種定式貨幣了。這就是北宋時發生在四川的事情。那麼為什麼是四川呢？其實是因為宋朝初年有一個奇葩的規定，那就是禁止金銀銅流入四川，四川人只允許使用鐵錢，而鐵是一種賤金屬，同等價值的鐵幣就比銅幣要重得多。當時一貫鐵錢重達20幾斤，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生產生活。其實當時四川人還嘗試過用帛來代替大額貨幣，但是帛又不容易保存，要是發霉呀、弄髒呀或者脆化了，那就得損失一大筆錢。其次，帛它還是不可分割的，殘缺的帛它就只是日用品而不再是貨幣了，富家也就無法把這種只能大額交易的貨幣作為緊急備用金，始終感覺都受制於朝廷。所以帛加鐵這種看似大小相繼的貨幣系統其實根本不可持續。於是由存款憑證發展而來的紙幣最先就在四川開始流行，在大額交易中的用量也就越來越大。而且早期的錢莊們面對這種情況也很重视自家的信用，當時很多錢莊都默認只要存单沒有破損，即使是弄髒了，甚至是印件已經難以辨別，依然擔保其價值。公元995年左右，四川又受到了王小波、李順起義的影響，大量官币徵發，鐵幣鑄造的效率也是大大減小，更多人開始使用各種錢莊的票據進行交易。而後這些新型的交易票據逐漸取代了官幣，成為了四川的主要流通貨幣。這些票据就被四川人們稱為交紙，交的意思其實就是两面印刷。如上所述，一開始流行的其實是私人錢莊發行的私交紙，發行交紙的錢莊又被稱為交紙鋪。那麼交紙鋪其實就是在同時履行着存貸銀行和貨幣發行銀行的功能。現在的銀行有存款準備金率，有價值錨定物和流通倍率，那古人也不傻，人家也很快就發現了這些潛在利益。一些錢莊就發現，反正也没人知道客戶在我這裡存了多少錢，也不可能一天之內所有人都來兌換現金，那我根本不用1比1的發行交紙嘛，我大可以偷偷的多發幾張留給我自己用，照樣也可以在市面上買到東西。一般來講，只要操作得當，這確實不會露餡兒，而且也不會有任何問題。一點點的流通稀釋不足以影響貨幣的價值，
但是當這種手段成為了業內公開的秘密，一些準備金不足的小錢莊虛發了很多的交子，就真的出現了當大客戶提現的時候無法兌現的這種情況。這種事情一旦發生，所有的交子鋪的信譽都會受到懷疑，那麼他們就沒有辦法繼續當貨幣的發行商了。更重要的是，大家現在都在超發貨幣，已經是誰都無法應付擠兌了。所以在宋真宗時期，益州知州張勇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就想了個辦法來隔離不同錢莊的信用影響，那就是承認16家大型錢莊發行的交子是代性貨幣，但是這16家錢莊之間必須互相承諾擔保，一家流動性不足的時候，其他家都有義務提供拆借。那張大人的這波操作可以說是一針見血，看清楚了事情的本質，已經有點金融監管的味道了。這也比較像意大利紙幣出現早期時各個城市發展出來的管理方式，而且也是变相承認了金融行業自治团体的利权。順利發展下去的話，北宋的金融業前景也許是一片坦途吧。但是張大人他沒有注意到的是，他只關注了錢莊和社會面的關係，沒有關注到這16家錢莊內部的關係。既然大家都有義務互相拆借，那不就成了誰不超發誰傻逼的黑暗森林了嗎？別人都超發你不超發，那就是在變相搶你的錢啊。很快，其中就有幾家出現了過量超發、經營困難的問題，其中還有些是投資失誤，把存款人的錢給虧掉了的，連拆借也填不上這些窟窿。四川又再次發生了交子無法兌付的貨幣信任危機，而且也有信譽良好的錢莊面對這種情況很不滿。而當初吹哨的時候你不聽，現在又要我來拆借，那我不跟你玩了。信譽良好的錢莊就直接重新發展沒有聯保的本錢莊的交子，這些交子的信用反而更好。拿不到錢的儲戶們也只能報關，而這16家錢莊是當初你益州知州親自承認的交子發行商，他們發行的貨幣信用裡面本來就包含了你們益州政府的信用，那現在他們兌不出錢來，你益州政府得聯保啊。這時候的益州知州是寇堅，他一看這你把前任留的什麼爛攤子，這些個複雜的金融關係我看都看不懂，怎麼管啊？而且我堂堂的知州衙門現在信譽連個錢莊都不如，這將來其他方面的工作都展開不了了呀。於是1020年，他下令取消交子發行，也顧不得哪家交子鋪的信譽好哪家不好了。寇堅把各家印刷交子的模板都收繳銷毀了，舊的交子由官府逐漸清退出市場。平心而論，確實挺牛逼的，這得是花了不少真金白銀，而且很有能力才能平息這種金融混亂。於是寇堅把這件事作為他的突出業績匯報給朝廷，很快就升官走人了。薛田接任益州知州，這位薛大人是一位學者型的官員。他學習了張大人和寇大人的經驗，對交子的態度又比前任們更先進了。他和負責益州財務工作的張若谷兩個人搞了個民間調查，發現四川人早已經習慣了紙幣，現在廢除了交子之後，反而又出現了很多地下錢莊發行的交子，更難監管了。而且這樣也不能防患於未然，於是得出結論，得重新承認交子。然後薛大人又調研了一些以前民間發行的交子相關的金融詐騙案的卷宗，覺得這就是個信用問題嘛，那我直接官府印交子不就行了？這不就一劳永逸的解決了濫發的問題？比起錢莊，肯定是咱官府更有信用嘛。那說幹就幹，他奏請宋仁宗允許他在四川創辦了發行紙幣的專門機構交子務，官印交子的制式也更加的標準化。同時，官印交子徹底放棄了存單的屬性，不再有允許客戶填數額的制式，所有的票面額都是事先印刷好的。真正意義上的官方紙幣就此誕生，這種交子被四川人們稱為官交子，其他錢莊的交子則被稱為私交子。而且這位薛大人還吸取了前任們的教訓，給交子制定了3條規定，防止再次出現信用破產的事情。其一就是我們很熟悉的準備金率，它規定官交子的準備金率是27%。現在的角度來看，這個準備金率其實是相當高了，嚴格執行的話，這方面應該是不會出現問題的。第二是規定官交子禁止出川，免得四川市场上的官交子变少的話，私交子就要統治市場了。第三是回收制度，因為準備金率是27%，而官府拿出來的準備金是36萬貫，薛大人想把市場上流通的官交子控制在125萬貫左右，就要求每3年更新交子的版式，舊版式不得流通，需要上交官府，然後付一點更新費用，交換新版式，稱為一屆。就這3板斧下來，可以說是相當先進的。當然，在薛大人眼裡，他只是在解決交子濫發的問題而已。那官交子現在運行良好，薛大人又禁止了私交子，這樣應該就不會再出現交子泛濫了吧？可惜薛大人雖然官拜益州知州，封疆大吏，但是防朝廷風險的先見之明就不如他防金融風險的技巧了。韓非子曾經就用3獅食彘的典故勸諫秦王，說是有3隻獅子在一頭母豬的身上吵架，
另一只路過的獅子就問他們：“你們在吵啥？”3只獅子就說：“我們在爭那膘肥肉滿的地方。”路過的獅子都給逗樂了，就跟他們說：“怎麼在爭這種東西？你看馬上都要冬至了，之後就是臘祭，人們就會殺了這豬，然後要用茅草燒它。你們不是應該更擔心這個嗎？”3只獅子覺得很有理，於是4只獅子就一起用盡吃奶的力氣拼命吸那母豬的血。北宋政府很快也處於了之前和私交子铺們一樣的想要憑空變出錢的處境了。宋神宗年間和西夏的戰爭開打，北宋採取一邊打一邊築成的資源碾壓戰略，打得西夏很難受。但是這種玩法實在是太燒錢了呀，而且北宋低效龐大的冗官體系的開支也是一路飆升。於是宋廷也顧不上當初官方回收鑄幣權，就是為了防止無毛亂發貨幣了，3條規定也不管了。交子务他也幹起了虛發紙幣的勾当。在宋神宗熙宁5年，中央朝廷直接命令四川多發行一屆交子，但是不回收上一届交子。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稀释保证金增加流动性，或者我们直白一點，就是超发貨幣吸收民間財富。記錄上來看，宋神宗時期四川市面上的一貫交子大概值900文出頭，扣掉更新手續費的預期，大概貶值了5%。那麼如果按照財富是20年收入來計算的話，大概就等效於抽走了四川人1年的生產總值，那還好不算太嚴重。但是到了宋徽宗時期，宋廷已經習慣了這種空手套白狼的遊戲，不僅四川的交子爭議越發的無節制，交子的使用範圍也衝出四川走向全國。而有趣的是，當時辽朝人也有很多在使用宋朝的貨幣，但是辽朝人拿到的可都是足額的銅幣或者白银，不用交子的。而且宋徽宗这位皇帝大家是知道的，個人愛好是藝術，國內治理風格相對強硬，對外又想搞騷操作，樣樣都燒錢，財政需求急劇上升。於是中國人民早在宋朝就遙遙領先地實現了核動力印鈔機，瘋狂掠奪民間財物，這自然就造成了交子價值暴跌。沒有理由說人家私交子超發會通脹，你官交子超發就不通脹的嘛。於是宋徽宗也做了和現代貨幣信用破產的政府們一樣的事情，所謂的紙幣體系改革，其實就是另起爐灶。宋徽宗時出了新規，四川、湖廣、浙江、福建仍然沿用交子，但是其他地區則改用錢銀，其實就是另一套紙幣，但是做法換湯不換藥。關鍵是錢銀它也在瘋狂超發，朝廷已經習慣了印鈔機一開就能換回物資和軍需，他也覺得自己是在為社稷服務，怎麼會停下來呢？甚至蔡京主政期間，還搞出了鹽引、茶引這些錨定物很奇怪的票據來斂財，這下人們對紙幣沒有信心，變成對朝廷沒有信心了。漢初名士賈誼在他的新書中寫了1歲之麥的故事，是說福子主政單府，恰逢齊國弓弩取道於單府，百姓便向福子建議，齊寇逼近，我們應該出城收割城郊的麥子，增加城中的儲備，也可以避免被敵人拿走。福子不聽，後來城郊的麥子果然被齊國人搶走了。魯國中央的季孫聽說之後大怒，派人送信責問福子，說百姓們冒着嚴寒酷暑在田間耕種除草，卻沒有得到收穫，何等的悲痛！你要是不知道齊國人要來，還則罷了，百姓都向你建議了搶收麥子，你為什麼還要拒絕？福子就回復說，今年沒收到麥子，明年再種就是了。正因為百姓沒有收到今年的麥子，他們才知道敵人的存在。1歲之麥對如今的魯國來說不過9牛1毛而已，然而令民有自取之心，其瘡必數年不息。季孫表示佩服。而顯然北宋朝廷這波對紙幣的操作屬於是剛好反過來的故事。那北宋朝廷玩得這麼露骨，百姓就只能看着自己的財產被稀釋嗎？當然不是的。在封建時代，每當壓迫過於沉重，百姓最開始的反應基本都是退出這種體系類的循環。他們可能不能像我們現代人一樣解釋清楚這裡面的剝削是怎麼實現的，但是人又不傻，還是能感覺到這裡面有坑的。後來也是在四川，商人們最先開始拒絕紙幣，於是有些地方又規定交子和銅錢等效，你一個商品收多少銅錢，交子就得是同價的。於是民間就漸漸形成了以實物銀交易的習慣，寧可每次交易都要稱重要鑑定，也不用朝廷發的交子了。隨着女真人的到來，本就名存實亡的交子和錢銀也就退出了歷史舞台。再後來，南宋朝廷也沒有重新維護交子信用的必要了，畢竟令民有自取之心，其瘡必數年不息。然而可惜的是，也就數年而已。後來南宋又發行了匯子，又經歷了一次類似的故事。而後的元朝、明朝也有發行過紙幣，結果都是以瘋狂超發、惡性通脹收尾。紙幣的發明和迅速的紙幣信用系統跟進，最終都沒能為中國帶來商業的革命。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啊！我們下期再見。